有个问题，你知道蒋小鱼最封神的一战是哪个吗？我敢说，答案你一定猜不到。首先就是跨国对抗演习，这正是因为这一战让他重回兽营，从海训场的看场兵变成了顶尖兵王的前身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场演习最大的敌人就是外军最出色的野狼突击队，而队长就是赫赫有名的杰克。这么穿，杰克，你好啊！杰克不仅有着多次实战经验，还曾经一个人救过数十名人质，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色指挥官。同时，他的野狼突击队也是装备精良，战术强悍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最终会败倒在毫无事先准备的蒋小鱼之下。开局野狼突击队就狠狠压制了我军，还把蒋小鱼3人俘虏了起来。似乎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，可蒋小鱼心里非常清楚，邓九光转业前留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：指示已经有了，下面就看你们的运气。想要从这里走出去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。这次跨国演习就是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，即便是被安排做俘虏，蒋小鱼也深知不能坐以待毙。他凭着出色的口才，把看守忽悠到眼前，随后张冲一个鞋拔子就将其踹晕。第一个问题解决了，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松绑。蒋小鱼四周一看，把灯泡打碎，不就能割破绳子了吗？而第一步就是先脱鞋。你这鞋踩屎了，这味儿呢？练整没用的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快点！行。好了，好。随着一发炮弹精准命中，几人也利用灯泡碎片成功脱身，直接跳进海里，先远离了敌人。秋渡上岸后，蒋小鱼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察敌人的动向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敌军竟然准备偷袭我军指挥部。眼看拦不住了，蒋小鱼果断选择了诱敌深入。他找到武刚和龙百川借了他们的军衔，随后故意暴露在野狼突击队面前，一路牵着他们鼻子走。同时还安排女兵布下炸弹，等羊入虎口之后，瞬间引爆炸弹，杰克的野狼突击队瞬间全军覆没。我诈尸了，诈尸！你们说了，我们俩都是指挥官，都死了，当了兵手。我这个指挥官是假的。到了晚宴时，就连杰克都对蒋小鱼这个大头兵赞不绝口，甚至还把总统授予自己的勋章送给了他。如果说这一战是蒋小鱼脑子好使的显现，那么绝望岛就是他大展身手的最好证明。蒋小鱼3人组可以说是开局天崩，张冲受重伤，鲁岩瘸了一条腿，只剩下身手最不好的蒋小鱼一人，不仅要照顾兄弟，还要对付都比自己强的敌人。尽管这样，蒋小鱼愣是杀出了一条血路，不仅保住了自己，还带着身边的兄弟全都成功晋级，挑战战神项羽，制服蝰蛇苏卫。蒋小鱼完全将市井人物的智慧与训练融合在了一起，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忽悠式作战。找林涛拿急救包时，所有人都找不到他，就连摄像头都没捕捉到过。可在蒋小鱼眼里，却成了最简单的事，一把火就将其逼了出来。这种超乎常人的战略思维，让所有比他强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就连项羽都对他心服口服，认为他更适合去参加马尔斯，打响了自己的信号枪，淘汰了自己。当然，说到马尔斯大赛，你们一定都认为这就是蒋小鱼最封神的一战，其实不是。马尔斯只能说是蒋小鱼从顶尖军人蜕变成国家脊梁的关键一环。经常为国争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全国侦察兵大赛的级别有多高，每个国家也就选了8个代表来参赛，可想而知其中的含金量。而蒋小鱼作为中国7队的队长，不只是带领自己小组的队员出彩，甚至还带着赵子午的队伍为国争了光。比赛开始前期还算一路顺利，9队一直保持着领先优势。可蒋小鱼为了躲避巡逻犬，不走寻常路，挑了一条水路，直接来到了第1的位置。可此时的赵子午还是非常不服气，认为蒋小鱼只会耍小聪明。2个中国队甚至还在比赛中途差点发生冲突，寻找隐藏敌人的环节，各国队伍都纷纷失败。可唯独蒋小鱼成功完成任务，而且还是一瞬间完成任务。不得不说，蒋小鱼确实天生就是当指挥官的料。在门口接受任务时，他就开始观察周围环境，成功捕捉到了可疑人物。在意识到与目标人物极其相似后，毫不犹豫果断击毙。这种细心和果断，让一旁的傻子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老于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呢，对吧？直到倒数第2个关卡时，巴郎腿伤严重，为了不拖后腿，一直强忍着不说。可你能瞒过大秃头，却瞒不住蒋小鱼。巴郎非常清楚，在这种级别的比赛里，出现受伤对队伍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，除非放弃巴郎，或者是放弃夺冠机会保护巴郎。而在这面临两难的时机，蒋小鱼再一次彰显了他的领袖气质。巴郎，给我听着，我现在是7队的队长，7队就是我的命，你要是废了，咱们整个队伍就废了。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虽然说有点装起来的感觉，但此时的蒋小鱼确实很有他殊荣百川的气质。到了最后一关安装爆炸物时，由于是客场作战，所以围堵中国队的敌人也多得离谱。眼看这种情况，蒋小鱼迅速做出决定，牺牲自己的队伍去保住赵子午的9队。啥玩意儿？
我们亲眼苦来马尔斯来干啥来了？你当时怎么答应咱师傅的？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啊？我是代表中国军人来到这儿，无论哪个队得了冠军，都是我们共同的荣誉。随后，蒋小鱼便带着七队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挨打，硬生生为赵子午的9队竖起了一道屏障。就算赵子午都通关了，蒋小鱼都还是死不肯放手，而9队也没有辜负他们成功夺冠。从白天等到黄昏，所有队伍都已到达终点，蒋小鱼的7队才终于出现在视线里。凭借蒋小鱼的出色表现，最终他也荣获马尔斯个人最高荣誉马尔斯勇士奖。发表获奖感言时，蒋小鱼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任何依据的客套话，但简单的几句却字字戳心。我的大队长龙百川，是他把我的人生和中国人民海军联系到了一起。我的师父刘小山，到死的那一刻，他都在想着为国出征。就这种领袖精神，这种脑子，这种震撼的发言，你说你不服于哥行吗？可这还不足以是他最封神的一战。俗话说10次演习都比不过1次实战。没错，我认为蒋小鱼最夯的一战是扭头回去找托马斯复仇。别的不说，我就问你，在他成功营救荣博士后，回想起龙百川和刘小山的画面，紧接着毅然决然回头的片段，你就说封不封神吧？他宁愿跟托马斯同归于尽，也要回去报仇。即便是赤手空拳，面对金条的诱惑，蒋小鱼一点犹豫都没有，反而将金条箱跟自己紧紧绑在一起，拉着托马斯就跳进了海里。虽然他的憋气能力十分出众，但为了让托马斯必死无疑，他硬生生憋了20分钟，打破了全军水下憋气记录。这一战是蒋小鱼的成人礼，也是他从兵王蜕变为军魂化身的终极见证。